在这未名市做设定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的概念设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所有的设定在游戏里皆是有迹可循。在做设定前呢，我们首先思考的是希望通过对这个世界的构建去讲述一个怎么样的故事。无论科技怎么发展，人性的善与恶始终不变。在科技带来的巨大利益里，乃至人性的抉择里，到底谁能够去捍卫公平和正义呢？这是一个会在未来发生，但又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一个故事，也是我们把故事的时间点定在2030年的原因。2030年距离我们其实已经非常近了，比起一些划时代的科技发展，我们会更加重视一些生活化的科技设定，比如玩家在游戏里作为律师，日常会频繁使用的那个文件袋上面呢，也做了指纹滑动解锁这样一个小设计。在设计之初呢，我们为未名市的司法体系做了非常完整的设定，从律师、警员到检察官、法官，对他们的职业服饰都进行了符合他们角色特征定位的元素设计。未名市呢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文化风格呢也各不相同。这些城区呢组成了多元化的未名市，同时也决定了各类角色生活的大致的方位。那比如说在设定当中，玩家工作的特密斯律所位于中央 CBD 滨河区，然后考虑到中心商业区的房价、物价等一系列因素，那居住的地方呢，我们就安排在了距离律所通勤大概半小时左右的隔壁的嘉南区。左然的住所呢，则选择了上班较近、生活又比较舒适的嘉南区的小高层。那我们就拿左然的思绪动画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的制作流程。这个卡牌的难点在于它有昼夜的交替，随着夜幕的降临，然后天空的颜色呀，还有角色的颜色呀，角色身上的光影啊，都会发生变化。那我们如何做到效果的比较自然呢？那我们就用了切片，然后我们就通过不同的切片的方式的改变，然后去达到这个效果。但是又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性能比较消耗，然后最终把性能给降下来，然后让玩家有了一个更好的体验。还有一些特殊的内容，我们也会参考实际的动画来做。像在陆景和的《弦外之音》动画中，和陆景和一起弹《爱的罗曼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会这首曲子？反正我们是学会了这首曲子的。一般来说，动画演出都是在已有剧情的基础上来制作的。除了考虑最直接的人物动作本身，还会把当时故事发生的环境氛围考虑进去。举例来说，在夏燕的《千灯如昼》这张思绪中，我们特意制作了展现庙会街市的空镜，配合思绪剧情的台词来塑造灯火阑珊处的氛围感。除此之外，音效、音乐、屏幕震动等等，也是动画演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可以在游戏中细品。当然还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各位配音老师的精彩演出。一开始在刚刚接触夏燕的时候呢，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小太阳，然后可以把快乐带给所有人，然后永远都是那么的快乐，那么的阳光。然后但是在这1年多，其实不止1年多，从我们开始录制一直到现在这个过程中，就觉得它不仅仅是像它外表给人的感觉那样，它身上背负了很多不应该他去背负的东西，然后内心有很多值得别人去心疼的一些情绪。我就说一个点吧，对我来讲是一个难点。小陆总他的背景设定是一个顶级世家的继承人之一，所以其实呢，他的语言应该是有贵气而且迷人的，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另外一点呢，他本身的性格又很有趣、很调皮，有些时候经常会跟我们的主角、跟我们的玩家开玩笑。所以这2点的平衡是我每次完成陆景和的时候都要反复考虑的。莫弈这个人，他从小就游离在就是一般人所理解的正常的这种社交性之外，对情感呢也是相当的淡薄。在配音的时候呢，应该去如何表现这样的一个灵魂在恋爱中的这个状态，这是我们每次录制的时候其实都在探讨的一些内容。两心无间这张卡吧，它是一个类似于剧中剧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包括在创作的时候呢，我们包括跟创作人员，包括跟文案、导演也都是之前做了很多的功课，像威尔第的这个歌剧的版本以及是话剧版本，我们之前都去研究了一下，然后运用到我们的创作过程当中，可以说是
非常想把这张卡牌给诠释好。另外的话，在戏中戏的这个进行过程当中，其实左然和主角的这个情感关系那种细微的变化和升温，想必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就比如说像录制思酿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发现原来莫弈也有会醉酒的一面，甚至趁着醉酒还会撒娇什么的。所以在录制的时候呢，我们有过很多轮的讨论，要如何去把握这个看上去微醺，但是实际上呢，全局依然在莫弈的掌控中的这样一个状态。录制夏燕的个人线的时候，就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当时录制的时候是把我录哭了的。因为夏燕她有一句台词特别触动我，其实就是她赶到了的时候，然后说我在这，然后带着哭腔的那种感觉，给我极强的代入感。然后当时我觉得夏燕的所有的心理活动就是我当时此时此刻的心理活动。在小陆总的世界里，艺术是没有高低之分的。虽然他出自翡冷翠大学的油画专业，但是他对于涂鸦这种街头艺术也有很深的热爱。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小陆总的心里艺术门类本身没有高低之别，最重要的是实现艺术的那个人有怎样的心和灵魂。我觉得跟我最近的几个角色，包括说翟青，包括说这个程程，我都是很喜欢的。包括还有王翰，对这个村长在《血乐有声》这一章里面，他的人物性格的体现，他的语言的这种魅力的体现哇，我觉得太成功了。所以我觉得像翟青、程程、王翰、方爷爷这些人物和角色的存在，让整个魏明市能够变得更加的多姿多彩，包括更加的具有人情味。律政题材是一个非常贴近现实生活的题材，所以我们也想给大家呈现一个真实、鲜活、生动的魏明市。我们希望这些故事都可以带给玩家力量，让所有玩家都可以与这座城市一起成长。同时在这条成长之路上，从最初的相遇到相知相许，再到变成更好更强大的自己，夏燕、左然、莫弈、陆景和会一直陪伴着大家，与大家并肩而行。